随着那名武士被服部半藏一刀毙命，一众武士个个如丧考妣。也是这一刻，他们才意识到，自己就算牺牲也没意义，不可能为自己的家人赢得足够后半生衣食无忧的安家费，因为自己背后的主使人已经自身难保。三井良孝此时正在气头上，他气得在原地直跺脚，怒骂道：三井良康，三井良康，这个混账东西不但是我的亲弟弟，也是我一直非常信任的心腹，他这么多年跟着我，在我身边唯唯诺诺，言听计从，我叼着雪茄走到哪，他的烟灰缸就捧到哪，这么多年来，我都当他是最忠诚的左膀右臂，没想到他竟然要害我。叶晨笑了笑，问他，在王公贵族以及你们这种顶尖大家族里，你见过几个兄弟一心其利断金的案例？萨乌迪的2号人物是怎么对他那些兄弟的？你不应该没听说过吧？一个妈生的又怎么样？在巨大的利益面前，还不是该杀就杀？说罢，他继而又对三井良孝说道，本来说你的人负责外围防御，我的人负责第2环，我负责第3环，但现在你的人一时半会是肯定赶不过来了，所以我建议你现在立刻联系警视厅的高层，直接告诉他们塔瓦纳正在被追杀。警视厅虽然鱼龙混杂，但我相信警视厅最高层一定不敢动歪心思，他们绝不愿见到塔瓦纳在东京遇险，所以必然会全力以赴。三井良孝不假思索地说道，好的，我这就联系警视厅负责人。叶晨又道，你告诉他们，立刻调动东京所有警用直升机以及武装警察，最短时间内赶到巨蛋。另外告诉他们，所有警视厅人员只能从外围封锁现场，任何人不得进入内部。我会以伊贺忍者的防线为绝对边界，任何我不信任的人都不得越过这条线。只要把警察框定在外围，就能确保暂时安全。三井良孝此时已经不敢对叶晨的话有任何质疑，连忙道，叶先生放心，我会安排好的。叶晨点点头，转而看向塔瓦纳，开口道，看来我们的计划要稍稍做下变动。10亿美金的暗花是个大问题，这个金额太诱人，全世界的杀手都会把你当成最有价值的猎杀对象，你到哪里都很难确保绝对安全。塔瓦纳无助又满是期待地看向叶晨，叶先生，您有什么好办法？叶晨道，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从源头解决问题，得想办法把这个暗花取消掉。只要暗花取消，这些杀手自然不会再多看你一眼。塔瓦纳问，那如何才能让暗花取消？叶晨道，2个方案，第一个是你直接用手机录制一段视频，把你所知道的，他们不想让你曝光的所有信息全部曝光到网上去。他们想杀你，不就是为了灭口吗？一旦公诸于众，他们灭口也没意义了。更何况到那时他们自顾不暇，也没精力再报复你。塔瓦纳犹豫不已地说道，可是那样的话，我的演艺事业就完蛋了。叶晨皱了皱眉，问他，怎么，有丑闻是吗？塔瓦纳抿了抿嘴，羞愧地轻轻点了点头。叶晨叹了口气，道，那算了，我们那边对艺人要求很严，有丑闻传出去，20场演唱会1场也别想开了。说罢，叶晨又道，那就只有第2种办法了。塔瓦纳忙问，第2种办法是什么？叶晨正要说话，忽然感觉外围来了许多车辆，至少数百人正在飞快赶至后台入口。他知道这一定是另一波想要拿暗花的人，于是便立刻对服部半藏说道，敌人来了，准备阻击敌人，让你的人把这些武士全部击昏，把所有灯光全部打碎，你们忍者在暗处才能发挥最大优势。服部半藏还没意识到有人来，听到叶晨提醒，不敢有丝毫耽搁，立刻说道，伊贺忍者听令，击昏所有武士，毁掉所有灯光，稍后任何身份未经验证的人进来，都格杀勿论。伊贺忍者是个家族，更是一支军事化管理的部队。服部半藏话音刚落，那些在缴械跪地的武士旁白的忍者
立刻用手刀将身边的武士劈昏过去，而其他的忍者则纷纷掏出流星镖造型的手里剑，迅速掷向通道内所有光源。忍者们苦练廖飞镖多年，准头堪称实发实中。只听周围一阵噼里啪啦的破碎声，整条通道瞬间陷入一片黑暗。就在这时，入口处传来高喊声：“大家听我号令！”所有人冲进去，把那个美国女人干掉。如果事成之后能确定是谁杀的，山口组奖励他1亿美金，其他人也可共同分享另外的1亿美金。如果确定不了是谁杀的，也不要紧，我们所有人分享2亿美金。2亿美金啊，兄弟们！趁我们是第一批赶过来的，速战速决，每人至少也能分到100万美金。一众山口组成员兴奋地大喊大叫，甚至吹起了口哨，还有人刻意用日本黑帮专用的弹舌口音大喊着要将塔瓦纳乱刀砍死。随即几百人的脚步声从两侧传来，连地板都在震颤。可是当他们冲进来时，才发现中间的那道长廊竟然已经漆黑一片，简直伸手不见五指。而就在这时候，冲在最前面的人忽然传来连续的惨叫声。伊贺忍者们已经出手了，在敌人还没看见他们的时候，他们淬了毒的手里剑便齐射而出。在这个通道内，大量手里剑齐射，有了一种暴雨梨花针般的效果，一个回合便直接干掉几十号人。后面的山口组成员正在狂奔，当前面的同伙被手里剑击中倒地的时候，他们也紧跟着被绊倒在地。而伊贺忍者的手里剑并没有停，第一排被击中倒下，第二排被绊倒再遭击中，然后第三排又被绊倒再被击中。电光火石间，冲在最前面几排的山口组成员就全部领了盒饭，尸体一层叠一层，直接把前进的道路都堵得水泄不通。后面的山口组成员大惊，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便大喊道：“快用手电照一下，前面好像出状况了。”刚说完，有傻鸟掏出手机，想要打开手机自带的手电，可是当手机屏幕亮起的那一刻，他就已经成了漆黑中的萤火虫。不等他把手电打开，几枚手里剑便射向了他，噗呲几声，又死了几个倒霉蛋。卧槽，巴嘎呀路，前面有埋伏！有人大喊一声，紧接着又有人喊：“不好，我前面的兄弟死了，他们有暗器。”后面想发财的人大声说道：“怕他妈什么？不顾一切地冲进去，把他们干掉就能领赏金了。兄弟们不要怕，大胆往！”这人话没说完，一根眼线笔便直接插进了他的头颅。伊贺忍者没办法听声辨位，并且一击必杀，但叶晨可以。黑暗的环境对他来说完全如同白昼，敌人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而且叶晨这次没有像刚才对付那些武士一样过于隐藏实力，他以灵气灌入眼线笔，使得眼线笔直接将对方头颅前后贯穿。当时大力沉的眼线笔从对方后脑贯穿而出的时候，巨大的惯性也将对方后脑从内向外拉着破裂，一股温热腥臭的液体和软绵绵的固体瞬间如爆开的西瓜喷溅到周围的人满头满脸。有人大喊道：“巴嘎呀路，什么黏糊糊的东西溅到我嘴里了？是谁他妈这时候了还乱擤鼻涕？”有人立刻疯了一般喊道：“那不是鼻涕，是龟田的脑浆，龟田被爆头了。”